在伊朗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突然被杀之后，中东再次被笼罩在一片战争阴云之下。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幕后黑手是谁，但伊朗方面却已经明确矛头指向了以色列，称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能力。虽然这只是伊朗的一面之词，但局势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据消息称，伊朗军队在日前有了行动。相关消息人士对外透露，伊朗军队的很多弹道导弹似乎正处于待发射状态。很多分析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现在的这种情况与今年1月份伊朗空袭美军驻伊拉克基地的情况有点相似，甚至还有人称这些导弹的保险已经打开，就差按一下而已。随后，我们通过军事侦察卫星传出的图像也可以发现，伊朗军队至少已经集结了20枚导弹。这是真的准备发动对以色列的空袭了吗？具体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据统计称，法赫里扎德是过去10年时间里伊朗被暗杀的第5位核物理学家。联想到年初的苏莱曼尼被杀事件，伊朗人的愤怒可想而知。因此，分析人士预测，伊朗的报复可能会比当时更加的猛烈。不少国际军事专家也表示，在伊朗导弹已经准备就绪的情况下，空袭以色列可能会在未来72小时内进行。就是不知道以色列及其盟友是不是做好了面对伊朗怒火的准备。而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美军在这个时候非常难得的沉默了。从27号事情发生至今，美国人非常罕见地保持着沉默，没有对相关事情进行明确的回复，也没有对急剧恶化的中东局势发表自己的看法。美国难道是怕进一步惹恼伊朗，所以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挺盟友吗？实际上不是的。美国人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手上可黑着呢。相关报道显示，虽然美军对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保持着沉默，但美军在该地的部署却已经非常积极地动了起来，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着准备。据悉，在暗杀前的11月25号，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就已经被安排驶向了波斯湾，而在这之前，尼米兹号还在和印度海军举行演习。虽然美军声称这是法赫里扎德被杀前就已经做出的部署，但也可以看出，实际上美国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指望一个航母打击群就能对伊朗军队形成有效威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即使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到底波斯湾，也无法阻止伊朗的复仇。但也有人分析，鉴于美国当前处于最高权力的交接时期，暗杀事件来得非常蹊跷。如果伊朗发动报复，可能会陷入设计好的圈套之中。而现在难题就到了伊朗人这里，如果不报复，不仅对不起自己，也无法给民众一个交代。但如果报复的话，后续状况可能将失去控制。接下来就看伊朗人的选择了。在近日，印度媒体报道称，尽管在过去70年中，印军一直都在所谓的拉达克地区的边境驻守，但是今年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印军从未在拉达克部署如此庞大的部队，这都是因为解放军不留余地，没有任何撤回迹象，而且解放军在时空线上这种不战争不和平的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最近，解放军还在往办公湖上部署6艘928地形突击艇，似乎还要继续对峙。但现在印军的重点对手并不是解放军，而是自然天气上。对此，列城地区亚什穆尔少将指出，保持部队的健康也许是印陆军最艰难的任务。印军正面临7大挑战：一、医疗挑战。通常第14军区部队由列城的陆军医院负责，但这家医院现在只能容纳300个，而将病患从岗位上运到列城的医院以及后续治疗的后勤工作都是一场噩梦，在靠援上小感冒都可能是致命的。二、特殊服装。印陆军对冬季服装需求增多，在3600米以下所需服装并不是大问题，但真正挑战是这个高度以上的特殊防寒服。几乎所有的特殊防寒服都要昂贵的价格从国外进口，目前已经从国外采购了15000套特殊服装，但还是不够。三、居住和加热装置。住所是最基本的，这些避难所不仅要经受住刺骨的风，还必须配置加热装置。这些地区没有发电能力，印度需要消耗大量柴油或者煤油，该地区没有地下储存能力，所以需要一直运送。四、水货。新鲜饮水的河流已经被冻结了，部队不仅需要喝水，还需要洗澡、做饭，尤其是狭窄的哨所需要人力背水，几乎
不太可能。5、设备维修。由于夏季可能与解放军爆发战争，该地区已经部署了大量武器设备，包括 T-90坦克、机械化步兵战车、光电设备等。这些设备需要的温度控制的维修和保温棚不存在。此外，这些设备还需要发电机组供电，增加了燃料消耗。6、道路基础设施。供应链复杂，加上道路设施差，让问题更严重。比如丘舒尔到班公湖需要经过一条狭窄的道路，如果有一辆车被卡住或者发生事故，都会阻塞数小时，而有的道路到了冬季直接会被封住。7、新冠病毒流行。虽然边境有些部队早就入驻，拉达克部队中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疫情还是增加了总体后勤负担。比如14至21天左右的强制性检疫隔离，增加了部队的不确定性。印军少将指出的这些困境渐渐致命，从人力资源到维护昂贵的设备，都是每天必须面对的挑战。但印度士兵有着永不言败的态度。这些印度士兵真的是因为士气高涨吗？还是为莫迪的政治考量付出代价呢？在中印边境持续对峙之际，其实经过多次军长级高层谈判，印度多次表明坚决不撤、不妥协。最近我军高层也出动了，在这种敏感时刻，这种举动又牵动了印度敏感多疑的玻璃心。据《环球时报》报道称，中国国防部长接连访问了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协议，以深化全天候战略伙伴之间的防务关系。在中印对峙敏感时刻，此次访问引发印媒极大关注。据印度教徒报、欧亚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巴签署了一份新的军事谅解备忘录，以加强防务关系。而且在访问尼泊尔的时候，强调坚定支持尼泊尔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领土完整。报道指出，这是中国在向印度展示肌肉，并警告印度。而印度最近刚结束了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海军举行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马拉巴尔2020大规模演习。而外界分析，之所以去这两个国家也是有讲究的。前段时间，印度和尼泊尔就发生了激烈的领土争端，印度曾不顾尼泊尔反对，强行在敏感地区修桥铺路，印度人还因为强行越境而爆发了一次流血冲突。而最近巴基斯坦和印度更是在克什米尔地区多次爆发炮火，火药味十足。所以目前尼泊尔和巴基斯坦都是和印度有较大矛盾，突然访问这两国已经给了很大的提醒了。事实上，一直以来由于南亚霸主的心态，印度都和周边国家发生过摩擦，而在过去几个月，印度和周边国家的火药味也变得越来越浓。现在的印度在对邻国关系上可以说是多线操作，正逐渐进入外交孤立的状态。这种适短的战略或让印度进入多线作战状态。此前印度媒体曾指出，印度已经做好了两线作战的一切准备，但是印度和孟加拉、斯里兰卡、不丹等都有过领土摩擦。印度有没有考虑过，要是不止两线，甚至有3线、4线，是否能应付得过来？事实上，印度连1线作战都没有做好准备。最近印度快报消息称，所谓拉达克地区的印军正在艰难维系作战任务。印军在所谓的拉达克部署超过10万大军，这在军事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印度这侧本就自然条件处于劣势，印度士兵需要面临挑战，第一是高寒和高速风暴，第二是稀薄的大气，第三个才是敌人。驻守在拉达克地区的印军每天都有非战斗减员发生，由于自然条件原因造成的减员和真实的伤亡人数几乎相等，1线作战都顾不过来，又何谈多线作战？最近中国画师一幅根据真实事件创作的讽刺漫画，揭露了澳大利亚士兵对阿富汗平民以及儿童的滥杀暴行。此举让澳总理莫里森恼羞成怒，亲自下场炒作，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舆论热潮。随着事态升级，莫里森再次表演什么是变脸，后悔了吗？为何最近他要这么跳？在事态升级后，美英法等国开始拱火为澳方撑腰，而莫里森却开始试图灭火。在12月1日，莫里森呼吁不希望继续放大漫画事件，在捍卫澳大利亚利益和价值观的同时，努力和中国保持能够运行的关系。当天还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盛赞澳华裔人士，称不会削弱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但是已经闹大了。在2日，澳工党领袖炮轰莫里森，抨击其要为中澳关系破裂负责。澳当局以1人之力挑起贸易争端，使该国出口贸易受到重创。然而他又因为漫画事件导致双方关系降到谷底。据外媒报道称，澳大利亚似乎受到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反击。澳大利亚的大麦、牛肉、葡萄酒、煤炭等产品出口受限，而漫画事件更是出现严重的舆论对立。但是澳大利亚应该清楚，双方国力并不对等。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当中国亮出提醒澳大利亚认清自身分量的底牌进行敲打时，澳大利亚还是一错再错。最近莫里森更像是精分，一会儿挑衅，一会儿释放友好信号。在3日，他再次表示，双方共同繁荣符合两国利益，将继续寻求与中方的建设性结束和愉快共存。当被问到是否和中国进行谈判时，他表示一直都
都在寻求高层直接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机会。难道他这么跳是为了争取谈判筹码吗？但是他误判了中国的意志。很显然，澳大利亚还是不清醒。除了轻飘飘的几句话，想要和谐相处的话，这2年发生的事到现在他们还没有任何的悔意和歉意。最近又准备和美国一起研制超高音速新武器，针对中国的新法案。事实上，澳大利亚缺少美国的实力和底牌，却高调的追随美国的步伐，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很显然是把脸凑上去给人打。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敲打，也是对其他跟随美国对华施压国家的警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对此，外媒还指出，在中美难以避免的世纪碰撞中，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体量远远不足的国家而言，选边站不如靠边站。